要是师傅能帮公孙恒分析官场厉害，许他前程，他一个降了李唐的随官，难道不会动心吗？就怕这公孙恒想要的不是这些啊！几岁了，吃面还会被呛到？师傅，怎么好像没钱了？上次给乞丐送干粮，钱都用光了。 一点没留啊！不是师傅你说的吗？做人要饮水思源。若不是那些乞丐告诉我们山贼的出处，又怎么进刺史府？既然在刺史府有吃有住，那还要钱干嘛？师傅，这可是你的原话呀！我数到3，咱们一起跑。两位客官吃的如何啊？2碗面，一共10文钱。哎，没，还没吃完呢，一会儿结账。 不好意思啊，店家，我们2人出门匆忙，忘记带荷包了。不如这样吧，我让我弟弟回家去取，我在这候着。哎，好嘞，我这就弄钱下。你别跑啊！好啊，先跑一个，寻隙再跑一个。哼，你们这种伎俩我见得多了。走，给我见官去。不是，店家，你听我说，我弟弟去取钱，马上就可以回来的。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假的？走，店家，你一共多少钱？我给你。 怎么是你啊10碗，多出来的就算这位小郎君赏你的。哎呦，哎，多谢郎君，多谢郎君。哎，方才多有得罪啊。哎呀，都散了吧，散了吧啊！阿准，又见面了，14郎。 这谁啊？我告诉过你不要来朔州，你倒好，一句也没听进去。那你呢？你不也来了？对了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你还知道他受伤的事？伤是我包扎的，我自然知道。原来你就是那个兽医啊！这伤本来不包就好了，你这一包，已经无碍了，14郎不必理会。他这……没事的便好。对了，朔州速整边贸，像你这种奸商，怎么做生意都会赔的。14郎准备在朔州待多久？算了，我们还是不要打听对方的事了。哎，师傅，你逃出来了！卖货的，这又是谁啊？阿斗，阿准他帮我们结的饭钱。我们2人正要出城，14郎可否愿意送我们一程？当然。终须一别，我就不再送了。阿准，祝你生意兴隆。14郎，和上次一样，你若是没有非要留在朔州城不可的理由，还是早些离开吧。离开，我能去哪儿啊？你有没有想过去草原？草原，我人生地不熟的，还是别了吧。你认识我？多谢，不过还是算了。这都是什么人啊？这是阿什勒大军的前哨，他们要攻城了。14郎，我还有些手下留在北边，我要回去照看他们。你还是尽快离朔州城越远越好。告辞。保重。
师傅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回城。土喀社竟然想趁着你不在独揽头功，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用做吗？你要是想看土喀社狼狈的样子，就留下来。我对丧家犬没有兴趣。你就这么认定他必败无疑啊？土喀社这个蠢货，更何况他还在。他？站住！何人胆敢擅闯城防重地？快举风击鼓！阿诗勒军打过来了！你们快让开！若是误了市井时机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不行！李主簿，让他上来吧。是。李主簿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刺史，阿诗勒部大军攻过来了，快击鼓！还不急？不着急。刺史的意思是，现在还不击鼓示警？现在还不急，让他们再靠近一些也无妨。刺史，你可想清楚了？一旦阿诗勒部攻进城，于朔州可是灭顶之灾，于整个大唐亦是头悬利住手！剑。竟然对主公动手！好了，旭峰，他也只是一时情急而已。现在敌情紧急，我根本没有时间跟你详细解释。来人呐！在。把他俩给我押回府里，好生看管。公孙恒，你不会用兵，一意孤行。公孙恒。喂！我不去城楼，我还不能在府里逛啊！刺史有令，二位不得擅动。你们就那么信他的话？如果他的决定是错误的呢？刺史自有安排。我看这公孙恒根本就是浪得虚名，真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骗得这全城居民竟然如此全心全意拥护他。你刚才听到那战鼓声了吗？隔了那么久才示警。此战怕是危矣。阿斗，你说咱们这朔州城是不是来错了？一个连最基本的兵法都不懂的人，我竟然还寄希望于请他起兵相助。就是，连我都知道文寇示警要及时，他作为朔州刺史竟然不懂，就怕他是故意的。如果他敢将朔州城拱手让给阿诗勒部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我也不会放过他。刺史，李主簿，为何不击鼓示警？阿诗勒起兵突袭强攻，我军应对不起，状况自然是会惨烈。你说，到底伤亡有多少？1万？2万？还是更多？李主簿，我们既然不懂兵法，为何不听劝？为何要一意孤行？你们是不是故意的？你们将这全城百姓的性命都置于何地？李主簿，此战大捷，我们打胜了。胜了？如何胜了？是啊，刺史，你快跟我们说说，怎么就胜了？二位稍安勿躁，且听我细细道来。主公之所以迟迟不肯击鼓示警，是另有用意的。当时城楼内外暗藏了3000名弓弩手，阿诗勒骑兵策马奔袭，很快就进入了我们箭矢的射程范围之内。主公一下令，万箭齐发，阿诗勒的骑兵来不及调转，立刻就慌了阵脚。此时主公再下令，传令下去，开城门，出车马。我方的将士列阵，向敌军攻去。是燕月阵。李主簿懂兵法，从前学过一二。来，坐下来。那你就来说说，若是让你来领兵布阵，
接下来该当如何？接下来要偃月换长蛇，蛇身横撞，首尾至，脚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徐侍卫，你继续说。然后，经过这连番的重创，阿什勒部的骑兵其实早已溃不成军，但那首领土喀舍却偏不认输，还妄图再度向我们进攻。敲战鼓，点狼烟。就在此时，我方的伏兵在城楼对面的东北角和西北角激起战鼓，燃起狼烟，士兵喊杀声不绝于耳。那土喀舍怕被四面围困，当即就下蹦，调转马头，狼狈撤逃。刺史还真是厉害，可是这西北、东北角都各设有伏兵，为何刺史不悄声行军，攻其不备？为何还要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？难道刺史是什么？虚张声势？李主簿果然是少年英才，我的计策都被你看穿了。你说的没错，伏兵只不过是2000人呢。刺史真是用兵如神。怎么，不再说我是不善用兵，一意孤行了？是十四郎无知，十四郎自持学过一二兵法，竟对刺史口出狂言，十四郎无地自容。好了，这种小事我是不会放在心上的。不过十四郎冒着生命危险登城报信，这份对朔州百姓的心意，我感受到了。在这里，我要代全城的百姓道一声谢。刺史，刺史容人之量，十四郎感佩。经此一战，十四郎终于明白，刺史为何百战不败，还有这朔州城的铜墙铁壁，和百姓的安居乐业是如何得来的。如若刺史不嫌弃，我想，你想与我们一起，共同御敌，镇守朔州城？十四郎愿为刺史分担。十四郎少年英才，又识得兵法，我真的是很欣慰啊！起来。阿道也愿意跟刺史学习兵法。好，你也镇守朔州城，起来。恭喜雄师平安归来。这一次都来看我来了。当然得来了。特勤为了赶早抢个头功，不声不响带着骑兵偷袭攻城，虽说出师不利，但好歹也没有全军覆没啊。哎呀，老子心情非常不好，最好能把你这张臭嘴闭严了。雄师出战，打草惊蛇。若往后战局陷入被动，便是你们今日之错。哼！怎么了？我带我雄师出去训练一下，给我扣这么大嘴？我的事我心里有数，不用你们管啊！你们的事我们也不想管。今日战事，我们会原原本本的报与可汗。不用你报，我自己会报。听我把这封信
送到行军总管府上。这次阿什勒部来者不善呢。若我猜得不错的话，他们一定会再次发起进攻的。我们需要援兵，我这就去。刺史。哦，李主簿。刺史，这是新绘制的地图，请您过目。哦。刺史为何愁眉不展？毕竟打了胜仗，怎不见刺史有胜利之喜？一场小胜而已，有什么可开心的？我已派徐峰向行军总管府请求增援了。增援？这朔州孤儿金汤，竟还需要援兵？阿什勒部真正的强敌还没有出现。你来看，这无定河河宽水深，原本该是朔州城和阿什勒部之间的天然防线。可是因为现在朔州兵源不足，无法派兵守住河岸，致使敌军来去自如，兵临城下。既然他们来去都会经过这个河道，不如我们就将这个河道改为栈道，如何？改为栈道？对于不善水性的阿什勒部大军来说，他们应该更喜欢枯水季吧？那是自然。如果河道干枯，便无阻碍，他们行军倍速于往常。那既然如此，我们就送他们一个枯水季。送他们一个枯水季？李主簿此言何解？我听闻往年皆是7月枯水，偏偏今夏雨水充沛，这枯水季大约是会晚半月有余。而正巧，这片河道上游正好有一处密林，若派今日军士以土石锯木阻断河流，不足几日便可完工。刺史，您觉得如何？你呀你呀，啊，好你个李主簿，竟然想出此等计谋来14郎妄言，让刺史见笑了。李主簿智计过人，令人佩服。只不过，阿什勒部的雄师刚败，仓皇溃逃，估计有段日子，他们不敢轻易出兵了。就算是他们敢出兵，也会是谨小慎微。看来怎么让他们放松警惕，这需要我们好好的思量啊。倘若不是这阿什勒部的骑兵实力过于强盛，其实还有更可靠的打法。更可靠的打法，说来听听。古时孙子有云：“凡战者，以正和，以奇胜。”倘若以我方大军为疑兵，吸引敌方主力，再派骑兵绕道，从敌军背后侧翼发动奇袭，冲垮敌阵，再逐一击溃，这岂不是更加痛快？好，李主簿年纪轻轻，却有如此的气魄，真是让人佩服。这也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人。何人？就是当年的秦王，如今的太子。隋末群雄并起，那时候还年少的他，率领千军万马在敌阵冲杀，用的就是此等计谋，可谓所向披靡呀。想不到今日能从李主簿口中听到相同的战术。李主簿，看来你之前在我面前说的略懂一二，也只不过是过谦之词啊。太子威名远扬，我不过是一样画瓢，不值一夸。李主簿不必过谦了，朔州有你，真是万幸啊。哦，还有一事，李主簿，这是上报朝廷的奏报，
你要安排义父日夜兼程，赶快送到长安。刺史，这是信不过行军总管。谈不上什么信得过，什么信不过，只是此事事关百姓的安危，我们必须向万无一失多迈进一步。是，我马上去办。李世民，我终是摆脱不了你的影子吗？我想起来了，你是朔州人，你对朔州务必了解啊！你早就知道今天会败，你是有意通敌吗？在下冤枉啊！在下投诚之心日月可照，我只有一计要献给特勤。特勤听罢，若还要下了杀手，在下心甘情愿。说。这次有多大把握？此计若成，朔州不攻自破，特勤当局首功。是吗？禀主公，司马总管请你过府一叙。司马图，他还有说些别的什么吗？没有，会不会是他答应了援兵之事，想与您商量？这次阿什勒部进犯以来，他那边没有任何的动静，他一直对我防范有加。此事没那么简单呢。好了，你先退下吧。是。秦老，这司马图请我，看来一定是个鸿门宴。可他是行军总管，我又不能服了他的面子，我得去一趟。主公，老朽陪您一道去。不必了，我想你留在府中更有用。秦老，这次我若是回不来，你别将这4个字交与李主簿。主公当真如此？这2位少年出身来历存疑呀。我向来是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至于这个东西什么时机交给他们，由您来决定。主公，秦老，我知道您的担心，我相信他，可是更相信的是秦老您呐。主公，这听其言，观其行，便能知其心。我知道他或许有些隐衷，可我更相信他是对大唐和百姓无害之人。这些年来，我率军御敌，与敌人大战无数个回合，说不定敌人早就摸清了我的路数了。可是他不同，我见其用兵刁钻机敏，颇有变化，又是敌人陌生的路数，说不定可以出奇制胜。只是他现在的作战经验尚浅，还需要秦老您在旁边相助啊。即便这次我回不来，我相信只要你2人通力合作，一定能够想出办法来解救朔州百姓于危难之中。在这里，我先谢过了。主公不必如此，老朽遵命便是。
刺史。刺史，站住！干嘛？徐峰，你就在这儿等我吧。是。走。下官公孙恒见过行军总管。原来你眼里还有我这个行军总管啊！下官惶恐，还望总管示下。我且问你，今日你是否出兵迎战了？是，今日军情紧急，当发现敌情时，阿什勒部已经兵临城下了。下官实在是因战事紧急，派不出人手来向总管禀报，事急从权，还请总管您见谅。本官待天子巡牧4州兵马，尔等行军，皆须听我调令，任何人不得私调兵马。本总管并非不明白事急从权的道理，可是今日交战整整2个时辰，难道在这2个时辰当中，公孙刺史忙到来不及遣个人来知会本总管一声吗？是下官一时疏忽了。人皆道你公孙恒心细如发，怎么会疏忽呢？说到底呀，还是公孙刺史从始至终都没把本总管放在眼里，想必是随官做得久了，忘却了这天下，姓了李。下官笑堂，那是诚心诚意的，还望总管能够明鉴。下官绝无异心。你这么说，那是本官诬陷于你了。下官不敢。你公孙恒，仗着兵马只听你一人调遣，在这朔州做了数十年的山大夫，横行霸道惯了，有什么不敢的？今日你朔州私调兵马，我如果坐视不管，其他3州也会争相效仿，是本总管如无物了。来人！总管，现在战事正急，请允许下官先退了敌寇，下官必定再来您府上，向总管您请罪。等你忙完了再来请罪，你好大的面子！你把天子的颜面置于何地？总管，请以战事为重，以百姓为重啊！带下去，严加看守。公孙刺史说，今晚留宿总管府，要你先行回去。总管，刺史府送往长安的战报，可截住了？都截住了。朔州的消息绝传不到长安。你马上派人守住南下的驿道。阿什勒部退兵之前，北境4州的任何消息，都绝不能外传。是。出来吧。哼。事情办完了，你快走吧。我这里并不欢迎你。若无小弟报信，放任的公孙恒惹恼了阿什勒大军，万一引来主力，岂不是将北境4州送进了热油锅里？兄长这行军总管的官职，怕就保不住了。我帮了这么大的忙，兄长急着赶我走，有点不太妥当吧？我司马家族已与你毫无瓜葛，你自己投敌卖主，休要连累于我。兄长屈杀我了，小弟也是为了兄长好，
亦不想看到生灵涂炭。那公孙恒想赔上全城性命，以成全他为民生之虚名。总管莫说是将他压了，便是杀了他又如何？我如何处置公孙恒，与你无关。好吧，朔州城破呢，是早晚的事儿。到时你这行军总管的人头，我如今投效阿什勒部，深受重用，境遇如何，兄长也已见到了。你我兄弟同根，小弟自然不会忘了兄长的好处啊。兄长左右同那公孙恒是结下仇怨了，若他一朝翻身，那兄长在这朔州城还有立足之地吗？小弟只能劝兄长一句：弃暗投明，为时未晚呐。天要亮了，快滚！主簿，夜深了还不去睡吗？哦，我替刺史整理完文书便睡。哦，倒是秦老，年纪大了，不如巡夜这事儿交代给别人去做就好了。哼，主簿此言又做贼心虚之嫌呢。秦老，我就只有一句话，我问心无愧。啊，哈哈哈！好，好，好。秦老，徐放，这么晚你才回来，主公呢？司马图的下属跟我说，主公今天晚上要留在总管府，我觉得不对劲，赶紧先跑了回来。果然，主公被他们扣下了。为什么？怕是因为白天主公私自调兵迎敌之事。这个司马图一直将刺史视为眼中之钉，他迟迟不答复刺史请求援兵的事宜。今日迫不得已，主公调兵迎敌，怕是被他们抓到把柄了。秦老分析的在理，自隋入唐，刺史便在朔州独掌兵权，朝廷遣行军总管统理四州，就是为了限制刺史的权力，为了不让他拥兵自重。如此今日已矣，虽未叫贼寇得逞，但也会成为他们今后发难的由头啊！对，狗官竟如此不明事理，我这就派人打进他总管府，将主公救出来。站住！你不能去。为什么？糊涂！主公被扣，他们竟然不敢声张，正是因为他们到现在还没有抓住主公的把柄。我们此时对行军总管动手，岂不坐实了他们诬陷主公、暗怀异心、谋图作乱的罪名吗？那眼下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主公？主公乃是益州的刺史，虽然被扣，暂时不会有性命之忧。不过此事只限于我们三人知道，不能传到夫人耳中，免得她白白担忧。是。薛芳，你是斥候出身，最善查探，盯紧行军总管，一刻不离，事无巨细皆用信鸽传输于我。明日我亲自去见司马图，探探虚实。是。秦老，明日我陪你一起去。李主簿，你能老老实实待在府中，就是帮了我刺史府的大忙了。土喀社那个军师什么来头？此人复姓司马，是土喀社随大可汗征战时俘虏的中原官员，瞧着有些头脑，便留下了一命，做了雄师的军师。照中原话是小人得志，也不知道这个小人又给土喀社出了什么主意。
方才赤后来报，公孙恒被纵官府压了。公孙恒被压了？哼，铜墙铁壁又如何？这公孙恒保了朔州这么多年，没想到被自己人给关了，这不是抬着朔州城送给我们吗？可惜了，一代名将毁于奸佞。听好那个司马迁，别让他玩火自焚，烧到我们了。是。我先恭喜特贤了。啊！我族兄已经压下了公孙恒，但我再加以游说，不日定会开门投降。好啊！要真有这么一日，那不光是我土喀社飞黄腾达之时，那也是你发财之日啊！我要看看那混蛋还怎么跟我争啊！你们这是？要赶人就直说，你们这是干嘛？府上遭贼了！啊！主簿，今早我被司马图挡在门外了。可我的斥候回报，司马图称刺史勾结阿什勒部的人，罔顾军令，有反叛之嫌，所以被关押候审了。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这哪还有天理啊！哈，天理，要真有，那天下就太平了。